夫人，咱先把刀放下，有话咱好好说，好歹我们也是夫妻。我呸，夫妻！娄九州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支开守卫，把我拖到御书房里玷污的？哼，若非如此，我怎么可能下嫁给你这种地痞无赖加流氓的奸佞？娄九州宦官之后，靠着产上欺下，结党营私，不到30岁混成东楚一代奸相，肆意杀害大臣，欺辱宫娥夜宿龙椅，长国幼帝，霸占公主为妻，简直是无恶不作。今日朝堂上被一名铁骨铮铮的老臣以献礼为名袖中藏笔，赐死当场。这特么的什么开举，举世皆敌，而且还包括面前的公主妻子，这特么的造的什么孽？公主快走，那些百姓疯了，扬言要把楼相鞭尸。楼相，你没死？去拦住他们！今日护卫有功，赏黄金100两。楼相放心，我等誓死护卫。嘿嘿，穿越自救守则之一，角色扮演之，永远不能露出马脚。呀！我操！快走！娄九州，你放肆！民乱一起，可不管你什么公主不公主的。我怕什么？我又不是奸佞。但你是奸佞的夫人，快走！不然我明天上朝奏小皇帝了。娄九州，你放开我！我说过，就是死我也不与你同行。我也说过，你再这样，我明天奏小皇帝的时候会把家里的榔头带上。你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。哼！说句难听的，东楚百姓要是知道我落单在此处，肯定会群涌而来，把我们大卸8块的。走吧，没记错的话，这里离着丞相府邸至少还有半个时辰的路程，要穿过10几条这样的黑巷。哼，看天上有头牛在跑呢。娄九州，你王八蛋，我杀了你！别，咱们公平起见，你也磨我一把吧。哼，好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再扯2件麻袋服披上，可就跟街上的乞丐没什么两样了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走，去那边再看看。走吧。娄九州，我走不动了。就算你是金枝玉叶，也不至于这么娇贵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的话，那些流民真会把你拖走。上个月就有个官家闺秀被拖走以后，听说都被卖到南梁窑子了。你怎么不说？我为何要和你说？我与你势不两立。上来。不上。让你上来。说了不上就是不上，我堂堂离珠公主，说一不二。你上不上？不上我明天就谋朝篡位了。哎，一个是权臣奸相，一个是当朝公主，这模样可真够凄惨的。娄九州，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？要是以前，你巴不得我早点死掉才好呢。你就当我今天脑子进水了吧？我说你一个公主，怎么跟头出蓝珠一样重？我穿了内甲，又是匕首，又是内甲，真是防火防盗防相公啊！讨厌。嘿嘿，娄九州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做坏事了？以后不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过2天我就上朝，向你家的小皇帝请辞丞相之位。我想过了，我到时候离开东楚，一代奸相弃官，整个东楚该百废待兴，社稷安稳了。娄九州，你知道吗？南梁使者已经来了，下个月我便要去做侍女，如此一来，南梁便不会攻伐东楚了。侍女等同于质子的意思，古时女子地位低下，很少有侍女的情况出现。但东楚不同，先帝重情，只立了皇后，并为那后宫佳丽，所以这一辈的帝皇家，只有这对姐弟东楚和南梁隔江对望。南梁兵甲号称100万，虎视眈眈，而东楚已经是孱弱到骨子里了。嫁了一做侍女，似乎是说得过去。反正他这位奸相夫君，向来是不指望的。娄九州，你真离开东楚的话，以后我们再见面就是山河故人了。能不能不去？侍女的命运比质子还要凄惨，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敌国某个权臣的玩物，有所依靠，不至于客死他乡。不去。
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是第一个赞成的吧？再说了，我的夫君是祸国奸相，我的皇帝是孱弱幼主，你叫我怎么不去？听着夏丽的话，娄九州突然有些不甘心了，那种感觉就好像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要从他的世界消失了一样。看见了吧，让你祸国殃民。若不想去，那便不去。不去南梁，还是不做侍女？娄相难道死而复生，导致良心发现，准备要振兴社稷了吗？知道鲁靖来做什么吗？不知。南梁使团来东楚，其中一个任务便是替我做画像，再送给南梁的权臣官阅。若是我运气好，去到南梁以后，说不定还能得到庇护呢。没想到一国公主居然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娄九州，我游历之时，曾在塞外经营着一个酒楼，你人品败坏，仇家诸多。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请辞之后，有一天要是过不下去，便去那边吧。这傻姑娘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考虑着别人。兼香伏诛，离珠公主可算解脱了。放心吧，等公主去了南梁，我一定好好辅佐陛下。我先回府洗个澡。不用了，公主，驿馆里的粮食已经等很久了，公主便直接去那边吧，说不定画个公主出狱图会更加讨喜呢。鲁靖，你放肆！公主可要想清楚了，若非是我鲁家周旋，南梁已经攻伐了。你的那位奸相夫君，当初可跟个废人一样，只会躲起来享乐。娄九州一死，我鲁家势必要一飞冲天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取而代之。公主，你当初要是选了我做驸马，又何来今天？谁敢伤我？娄相，你没死啊？你全家死了，我都不会死。我说了，你不去了。娄相，南梁使臣可等着呢，惹火了他们，攻伐东楚可就不妙了。你几品官？从三品御史郎。一个从三品也敢妄议朝政，亵渎公主，诋毁当朝丞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吊起来！御史郎，这是要造反吗？放下，快把刀放下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鲁家这次必然和南梁达成了某种协议，得罪鲁家，很有可能会惹怒南梁的。你也说过我们夫妻一场，所以看着你跳入火坑，我心里不舒服。那南梁那边怎么办？你难道忘了去年楚江口一战，你带兵出征，被设伏围剿，10万大军被南梁尽数歼灭。我东楚现在是无兵无将啊。我也在考虑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能去做侍女。若真有东楚亡国的那一天，我会想办法带着你们这对姐弟一起走。娄九州的话让夏丽怔住了，此刻她看着面前的娄九州，她突然觉得陌生了起来。陛下，昨天夜里，南梁使臣突然大怒，扬言要断邦交，回国督促备战。周原此言一出，整个东楚朝堂皆是哗然。毕竟南梁对于东楚而言，就是压在胸口的一座大山，一不小心，东楚就有可能亡国。周侍郎，这是为何？明明交了岁贡，还按着要求送去了300楚地美人。是谁激怒了南梁使臣？南梁要什么，我们便给什么，不能再起争端啊！就在整个朝堂唉声叹气的时候，站在第一排的鲁长风微微抬头看向了娄九州。老狐狸，昨夜刚打了你儿子，今天就开始发难了。想必东楚和南梁邦交成功，鲁家不知道暗吞了多少利益。为什么南梁使臣会生气？这就要问娄相了。娄相大难不死，本是可喜可贺之事，可娄相却出手阻挠公主去做侍女，得罪了南梁使臣。这老家伙好手段，上兵伐谋，诛人先诛心，这再起刀兵的罪名，搁谁能担待得起？娄相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让黎珠公主做侍女，你可是第一个附议的。是又如何？得罪南梁使臣，如若战事再起，我大楚必定风雨飘摇。周侍郎，若我告诉你，这是陛下的意思呢？是。娄九州把锅甩给了小皇帝，周原就算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去迁怒皇帝。无奈之下，看向了站在第一排的鲁长风，真正的幕后老狐狸。可鲁长风却闭着眼睛，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按照这老蛋子的尿性，儿子被打，利益被劫，早都应该跳出来了。今天是个什么情况？陛下，南梁使臣团到。怪不得鲁长风这老蛋子这么淡定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南梁使团给请来了。娄相，可知南梁使臣团的代表是谁？不知。是南梁大都督范龙之子
范炳。范龙之子范炳。去年奸相娄九州领10万楚军出征，被南梁设计埋伏，10万楚军尽数葬于楚江口。范龙便是南梁那次的领军大将。这次范龙之子来做使臣，就是来打娄九州脸的。使者大人，朝堂规矩，外邦入殿必须卸下武器。本使者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使者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看清楚了，我是范龙之子范炳。什么狗屁的东楚规矩，要不是我南梁仁慈，早就灭了你们，懂吗？放肆！这一位就是黎珠公主吧？是又如何？呵呵，果然是个美人。黎珠公主好像忘了，你下个月是要到南廊做侍女的吧？到时候我一定好好争取，把你带回府上做个婢妾。娄九州，作为丞相，你说话啊！说什么？南梁是上国，范晓统领是上国使臣，我们要好好欢迎，不得无礼。你，奸相娄九州，好，说得好。家父提过你，说你打仗了不得啊，就一个小小的机象界，就把10万楚军全送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娄相带兵安天下，10万楚士不归魂。南梁是上国，打仗自然厉害。那是当然，我南狼兵甲100万，攻无不胜。佩服佩服，南梁兵甲精良，我东楚是万分不及。但我听说南梁的兵器却有一处不足。哪里不足？就是你们南梁打造的刀剑。我听说南梁淬火技术落后，打造的刀剑刃面上都会有裂纹。胡说八道，荒谬之谈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姓娄的要扯这种话题？不好！来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哪里有什么裂纹？护驾，来人护驾，抓刺客！我只是让你们看见，是他说南狼刀剑不行的。我让你拔剑了吗？陛下放心，臣誓死保护陛下。小样，跟我玩，你还嫩了点。陛下，范晓统领并非有心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我这个丞相要是去南梁大殿拔剑，估计都被直接砍了。娄九州，你个奸诈小人，你别太过分。护驾，刺客要动手了。弃剑，范晓统领弃剑。啊，对。陛下，范晓统领只是无心之失，他已经知道错了。鲁太尉明明是楚人，却要为南梁使臣据理力争，真是辛苦了。既然知错，那便认错吧。小范大人，外臣知错了。声音太小，听不见。娄九州，你，外臣知错了。丞相，朕赦你无罪。这坏家伙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。误会嘛，说开了就好。范晓统领也别怪我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我前2天就在这里被人用刀子捅了，差点没挺过来。一想到这，伤口还有点疼呢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，别吓坏了范晓统领。陛下，黎珠公主做侍女的事情，还请酌情处理，稍有不慎，两国再起刀兵就不好了。公主不做侍女，你说不做就不做嘛。黎珠公主可是吾皇钦点的侍女，莫非娄相又想打仗了？并不想。见笑，我家娘子怀孕了，所以不能去南梁做侍女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敢问鲁太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尚且老当益壮，和老七生了10个8个，我怎么就不可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太巧了。来人，宣太医为黎珠公主把脉。李太医，你可要看清楚了。李太医，别紧张，放心大胆的说。从脉象来说，确实有喜了。不过好，李太医不愧东楚神医。娄九州立即打断李如中的话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要是真让李如中继续搭脉，极有可能露出破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眼前这一关算是过了。回过神的李如中表情复杂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黎珠公主，我南廊上有神医，等我回去一定禀报陛下，派遣神医过来为公主安胎。果然还是不肯放过夏礼，那就多谢范晓统领了。外臣告辞。
楼九州，刚才李太医好像是察觉到了不对，但幸好是被你打断了。可2个月之后，南梁那边还是会派人过来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背，自家媳妇必须得救。而且我们还有2个来月的时间，应该足够我们准备了。唉，希望能如你所说吧。东楚孱弱，内忧外患，天灾民乱，苛捐杂税，官吏贪污，还有6个藩王拥兵自重，山越人拒效山林，乱党盘踞县城。怎么看，这都是亡国之兆。这些户部卷宗，你不是不爱看吗？眼下比你去做侍女更加迫在眉睫的，还有整个东楚的民生问题。整个国库居然只有30万两银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去年1整年，你都怂恿皇帝穷兵黩武，凑捐10万，还打了败仗，各种赔款，能有银子才怪呢。那6个藩王都拥兵自重了，干嘛还拨军饷？也是你的意思，说什么不拨军饷，怕他们造反。哎，原主真是败家极品中的极品，再典型不过的外戚乱政，真是蠢到家了。整个楚都居然有5000个官吏沆瀣一气，总不会还是我的主意吧？这没办法，世家门阀，要是族中有子弟长成，都会想办法任官，而年纪大的又老又不退，时间一长，官吏就多起来了。老而不退，这分明是多吃一份俸禄。没办法，这也是东楚王朝一直延续下来的弊端。原来的那帮党羽肯定是不能用了，当务之急是要从现任的官吏之中找几个有才华、有品德又可靠的以为帮手。你有没有能推荐的？有才华、有品德的官吏，楼九州你要干嘛？不管是谁跟着你，都会近墨者黑吧？我以前没得选择，但我现在想做个好丞相。呸！一天到晚谎话连篇。不过王太傅家的2公子风评好像很高，还有世子书院里的华丰，据说有中兴之才。什么王2公子的，我是不太清楚，但那个华丰我可是很了解，天天来丞相府贴大字报，只会怨天尤人，不堪大用。唉，有了，不如过2天让陛下去围场办一个狩猎大会。围场狩猎，这姓楼的又要搞什么鬼？父亲，你有没有发现楼九州自从死而复生后，好像有点不一样了？是有点不一样了，不过他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江那边的人迟早是要打过来的，而东楚也注定是要亡国的。还好父亲早就留了后路，到时候我们鲁家去了南梁，照样还是权贵。权贵儿，不要忘了，你的2个姐姐可是都嫁给了藩王。要是有机会，或许我们都不用去南梁。不去南梁，那去哪里？当然是去那1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地方了。父亲，孩儿失态了。父亲，那围场狩猎，听说不仅百官出席，很多门阀子弟也必须要去，我们要不要？楼九州没死，确实是一个阻碍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贸然行动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。这样，你派一个门客乔装去楚江东面，让那里的水贼出手，再等这位门客回来，立即格杀，切记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帝家围猎一向都是大事，御林军旌旗招展，太监宫娥长蛇对垒，文武百官也都带着自家子弟站于2行，而小皇帝更一身金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小皇帝有多厉害呢。楼下，这金甲太重了，能不能不穿？不行。要把这小怂样培养成一代霸王，这特么的比给太阳装个开关都难。楼下，随我来。楼下人数都统筹好了，一共有937名官吏参加，大多是朝中重臣以及各家的族中子弟。5000官吏只来了不到1000啊！不错，更好筛选了。裴峰，你不用跟着了，带着你的本部人马在那边山头等我的命令。谨遵楼相吩咐。你还有事？那个楼相，上次，公主快走，那些百姓疯了，扬言要把楼相鞭尸。楼相，你没死？去拦住他们，今日护卫有功，赏黄金100两。楼相放心，我等誓死护卫。放心，本相说话向来是一言九鼎，你这次把事情办好，我再赏100两黄金，到时候一起给你。得来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临时有点尿急。楼相可要注意皇家威仪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外戚。老杂毛，你就嘚瑟吧，有你哭的时候。陛下，开始吧。围场狩猎，第1位猎到临路者赏金弓1张。
陛下英明。楼下，朕便不去了，就在这里静候佳音吧。不行，你与我一起走。要是你能猎到灵鹿，我就还政于你，如何？哦，父亲，我们也去。胡闹！你忘了我们的布置了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做大事一定要沉得住性子。若我鲁家真有登临大位的那一天，你让我如何放心立你为太子？父亲，我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便以帝王的准则来约束自己。哼，知道就好。风水轮流转，这一回该轮到我43宫的鲁家了。刘总管，鲁太尉不参加狩猎吗？回楼下的话，鲁太尉说年事已高，不宜再动。他确实是老了，老而不死的老担子。那鲁家的族中子弟呢？除了御史郎鲁敬，其他的都参加了。除了鲁敬都参加了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启禀陛下，王太傅家的二公子已经猎到灵鹿了。这么快吗？这王太傅家的二公子，难道真是个可用之才？楼下，猎到鹿了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不急，他猎到就猎到了，但我们爱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，别忘了，你可是皇上。楼下，朕又渴又累，朕要回宫喝蜜水。陛下，把酒捡起来，然后把刘总管也扶起来。我不。我最初的计划本是想带着你好好的驰骋一番，好好的领略一下鲜衣怒马的潇洒，可不曾想，你比起那扶不起的阿斗，还不如。下来！我再说一次，把酒捡起来，把刘总管也扶起来，不然的话，明天你就别做皇帝了。久康之物，会有人替朕再酿，他一介阉人，朕何须怜悯？朕要诛你九族。你皇姐是我的夫人，是不是也要诛？久康之物是可以再酿，但陛下可知这一壶果酒能让东楚多少子民吃饱穿暖？这位刘总管服侍你夏家3代帝皇，天冷给你披衣，夜深为你掌灯。你病得快死了，也是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，找太医找大臣，延续你的富贵帝命。你记住了，为君者不治本心，何以治天下？几年以后，东楚被南梁灭国，你委曲求全，捧着传国玉玺献上，或许还能封个爵，依旧有五鸡蜜水，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。不过到时候你可得小心，要忘了你的皇姐，忘了楚都里的夏氏宗庙，还要忘了楚都外的300里东楚城墙。国破山河在，而山河不再是你夏家的山河。丞相，朕知道错了。陛下，老奴何德何能？哼！回营！弟兄们，随我冲杀水贼，砍下水贼头领的狗头，本官赏黄金5两。杀！王太傅家的二公子果然了不得，半炷香的时间都不到，就已经猎到灵鹿了。是啊，而且你看这架势，应该是直接用长枪射死的。弓马娴熟，我东楚又出了一位难得的将才啊！哼！父亲，孩儿信不辱命，等会陛下赏的金弓，孩儿献给父亲预作寿礼。好，不愧是我王家儿郎。要是我去，肯定也能猎到的，但我以后是太子，有自己的帝王准则。这小子是不是被我刚才的一番话给说的魔怔了？陛下回营。陛下，我东楚江山人才辈出，王家二公子王子仇，短短半炷香时间就已经猎到灵鹿了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陛下稍等，我去辨认一番。哼，装腔作势，只要不是瞎子，都能看得出是头灵鹿，还辨认一番。不用担心，该是我王家的，他谁也抢不走。哼，是哪位猎的？是我，东城守备领王子仇。不愧是王太傅家的公子，身手了得。过奖了，楼下。哼，守备领好大的胆，这明明是一头野马，竟然敢冒充灵鹿。楼九州此言一出，四周尽是哗然，就连小皇帝也忍不住要为王子仇争辩2句。这明明是鹿啊，鹿生角，马儿可不生角。
陛下，还请静坐，楼相自有论断。楼下，你看清楚，这明明就是鹿，世人皆知，临鹿长角，野马不长角。你错了，生角的才是马。父亲，楼九州是傻了吗？你不懂，这楼九州真是好手段啊！指鹿为马，一变中间，等着吧，一会儿他肯定会让其他人上去指认。那要是叫着我上去，我该怎么说？楼九州势大，你若是上去，就说是马。生角的是鹿，不信的话，你问其他人。父亲，楼下眼拙了，这明明就是鹿啊！父亲，你说话啊，这根本就是鹿，我王子仇猎到的就是林鹿。王太傅，你儿子眼拙，那你便替他辨认吧，免得说我楼九州仗势欺人。王太傅，是你王家自己撞上来的，这你可不能怪我。至于夏黎说的这个王二公子，看起来也就这样了，有勇无谋。回楼相，这确实是马。你们都是瞎了吗？这根本是鹿啊！鲁太尉、周侍郎，你们说这是鹿是马？是马，是马。仇儿回列。我不，瞎子都是瞎子，你们都是瞎子。既然王二公子还是不服，那就让大家都来认一认，这到底是鹿还是马？楼相，这马儿好肥。回楼相，确实是马，这明明是马，是马。接着一个又一个大臣走上来，又战战兢兢地走回去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是马。受了打击的王子仇半跪在地，早已没有了先前那桀骜不驯的模样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身狼狈不堪。有点不对，父亲怎么了？静儿，传话的门客杀了没有？父亲放心，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。这次的事情原本也没想着能成功，无非就是震慑那姓楼的一番。可这姓楼的好像是提前知道一样，否则这所谓的指鹿为马，怎么会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呢？难道是等君入瓮？父亲，族中还有不少人在外面，要不要先把他们找回来？不用，他们死了便死了，死了的话，我们还能解脱嫌疑。将近2个时辰的时间，差不多有几百个人上来辨认，清一色的全是马，只有这位被举孝廉的寒门书生，怀里还捧着圣贤书，死死的一语不发，被押入了大牢。下一位，是鹿是马？这偌大的东楚，真没有几个骨头硬的啊！楼相在问你话，是鹿还是马？生或者死？快拦住他！我特么的让你说话，你至于咬舌吗？刘总管，这个人一定要押入大牢，等候我发落。楼相放心。守备领怎么样？现在能告诉我是鹿还是马？仇儿，快说，快说是马！回楼下，是我眼拙，这确实是马。好，王家以马冲鹿，胆敢欺瞒陛下，所有族中子弟罚俸3年。谢楼相。楼相，现在能回宫了吗？不急。楼相这是为何？真累了，不打算骑马射弓吗？弟兄们，随我冲杀水贼，砍下水贼头领的狗头，本官赏黄金5两。杀！这个穿越过来的小伙子，为了留住自己的公主小媳妇，决定好好的做个人。奈何手下没有得力的干将，于是就搞了一个皇家狩猎。可这鲁家父子却要搞事情，多亏这小子早有准备。随我冲杀水贼，砍下水贼头领的狗头，本官赏黄金5两。杀！一群人看着楚江上那密密麻麻的尸体，一些胆小的大臣已经有些站不稳了，尤其是鲁长风和鲁敬父子，后背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。父亲，我担心。稳住，你以后是要做太子的。启禀楼下，2000水贼已被尽数歼灭，我裴家因死伤共计57人，300打2000，还死了57人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楼九州并不满意。要知道，御林军可是武装到牙齿的，打一群乌合之众，居然还会有这么巨大的损失。陛下，今日裴统领护卫有功，这金钟该奖给裴统领才是。郑宇呢？谢陛下，谢楼下。看着那原本是自己的金弓，王子仇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气愤。一旁作为父亲的王太傅，心里也同样不好受。裴统领，为何突然会有水贼来犯？诸位请看，这里离着楚江口不远，而楚江之上多的是水贼见寨而栖。我先前也只是防备，为防万一，才让裴峰守在山峰之上，由高望低，一旦有水贼来犯，一眼便可看得一清二楚。楼相英明，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楼九州居然这么狡猾？父亲，你怎么了？楼下鲁太尉晕过去了。他不晕还好，我原本也只是怀疑，现在算是实锤了。但没办法，这老狐狸演得太好了，根本就拿不到证据。陛下，我去。
娄九州，我杀了你！媳妇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说你打了我皇帝，还是说你带他看死人？我这是为他好。你想啊，小舅子老这么下去，哪怕东楚不亡国，也迟早是个昏君啊！你放屁！媳妇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啊！我呸！谁怀你的孩子了？你这个奸相，祸国殃民！我迟早要为民除害。好，除害，那也得等休息够了再说吧。本宫手刃恶贼，刻不容缓。媳妇，咱有话好好说啊，不要老是动刀动枪的好吗？呀！你谋杀亲夫啊！本宫今日先暂且放你一马。启禀楼下，灵堂醒了。灵堂就是那位宁死不渝、要咬舌自尽的年轻人。哦，走，带我过去。刘总管，劳烦你守在外面。是，楼下。二位别来无恙。我尼玛！林兄，稍安勿躁。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贾和吧？不知楼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有什么意思？无非就是收买。灵堂东楚取金郡，林家嫡子，时任城门校尉，曾统领部下50人，挡住500山越人的劫掠。父亲临终已故，母亲周月娥多病，常年卧病在床，家道中落，无婢无奴，仅靠一份校尉俸禄苟活。我说的可对？那又如何？我林家铮铮铁骨，绝对不会向你这个奸相低头。林兄先别急，你的卷宗我就不读了。为何不读？楼相既然已经查了，难道还怕别人知道吗？用人不疑，不计前嫌吗？不计。楼相最好还是想清楚了，若是那边的人知道了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只要东楚强大了，这些还是事吗？好，我愿意投入楼相门下。贾兄，他可是奸相啊，你怎能？从前我没得选择，但现在我想做个好丞相。林校尉要是还不愿意，随时可以离去。我只希望今天的事情，林校尉能守口如瓶。走就走，不怕护。林兄且慢。末将灵堂愿听从楼相调遣。你对林校尉说了什么？林兄性子虽然急躁，但确实是个难得的将才，所以我只是对他说，明珠暗投，再找机会把你扳倒。所以我这是招了个家贼进来了。楼相鸿鹄之志，林兄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什么鸿鹄之志，都是些狗屁！当下的东楚内忧外患，外患咱先不说，就内忧而言，天灾民乱，贪官污吏，苛捐杂税，而且最重要的还是，整个东楚国库居然只有30万两银子。看来丞相是在为了如何充盈国库而发愁啊。不错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国库亏空涉及的因素太多，贪污腐败、天灾人祸、用度奢侈等等等等。若要充盈国库，只能行变革之法，但这样一来，必然会和世家门阀的利益相冲突。这变革一事我也想过，但东楚的世家门阀太多，牵一发则动全身，得不偿失。变革之举只能徐徐图之，但国库亏空，刻不容缓。说句难听的，这要是哪天南梁打过来，我东楚恐怕连粮草兵器都供应不上。不知楼相有没有想过以法服人呢？以法服人，譬如说东楚铁律，在朝官吏不得入青楼，违者重罚。是啊，虽然国库亏空，但下面那帮世家门阀可是富得流油呢。咱虽然不能明抢，但是可以罚啊。以铁律罚款的话，他谁都没话可说的。再者，这条铁律乃是先帝亲自定下，绝对有效。是农工商，反而是为商之道赚得最多。国库有了资本，楼相就可偷偷筹备商船，以东楚的水利绕行一周，赚钱并非难事。人才，你可真是个人才啊！好，就按着你说的，第一步以法服人。来人，传裴峰。收到消息的裴峰原本是不愿意出来的，难得最近刚新娶了一名娇滴滴的小妾，可一听是楼相的意思，急忙翻身下床，连滚带爬的赶了过来。楼下，你找我是不是？那个啥，裴峰，再帮我一个忙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次再加100两。你放心，本相一言九鼎，绝不会差了你的。哎，楼相都这么说了，属下还能说什么呢？好，
不愧是本相看中的人。这么晚了，不知楼相要我做什么？带50人去迎春楼。楼相要请客吗？请你妹的，去抓人！楼下，派人把这里围起来，今晚没有我的允许，一个苍蝇也不准放出来。是楼下，把这里围起来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这特喵的也太哇塞了吧，差点就把持不住了。好看吗？回楼下，啪，好看。我们是来干嘛的？属下知错了。干活。御林军办事依东楚律法，凡当朝为官者，入兴楼者，轻则罚俸，重则流放。公子，奴家好舍不得你啊！等我做了太子，我一定让你做太子妃。鲁公子莫要取笑奴家了，我如因只是个烟花女子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只要本太子高兴，想立谁就立谁。大人，御林军来了。鲁公子，这都多少年了，怎么又有这等事情？无妨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营的人吃了狗胆，敢来这里闹事。走，随本太子下楼。楼九州没想到，单单就1楼就有上百个官吏。李大人，楼相，堂堂4品光禄大夫，夜宿青楼，知而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裴统领按东楚律法，当如何？当斩。楼相饶命，楼相饶命啊！裴统领，你这就有点过了啊！李大人，你是初犯吧？初犯。楼相，我是初犯，是初犯。你我同朝为官，我也不便太苛责。你要明白，这都是陛下的意思。这样吧，罚你5000两入充国库，你可愿意？本文愿意，下官愿意。咦，周侍郎，周侍郎，本相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有60了吧？还真是老当益壮啊！楼下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哦，是来找人的。好。裴统领，去把太医请来，为周侍郎验验身子。要是冤枉了周侍郎，可就不好了。等，周侍郎是2品官呐，这是重臣了吧？哼，裴统领，让周侍郎回家吧，我明日上朝问问陛下的意思。我就说嘛，周侍郎肯定是来找人的。好了，周侍郎请回吧。谢楼下。老杂毛，看你以后在朝堂上还怎么嚣张！哎，先帝当年的铁律，要是罢官或者直接砍了，那可就真的完美了。是哪个营的御林军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了！不知本公子在此吗？楼下，楼下，若问谁是东楚最富有的权贵，那绝对是鲁家啊！今晚的收获真是太意外了。楼相，我认罚。罚什么呢？本相和鲁太尉可是至交好友，回去吧，下次可得注意点。那多谢楼相了，我鲁敬以后一定严于律己。鲁公子路上小心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楼九州有多牛呢，还不是怕了我鲁家。楼下，你这人情送的也太大了。你不懂，儿子没给钱，老子会亲自送过来的。啥意思？这还有送钱上门的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办正事，这还有100来号人呢。这一场好戏足足忙活到了凌晨。楼九州看着手里的银票，整个人都有点懵了，居然罚了足足70万两白银，比当下的国库多2倍还不止呢。这也太嗨皮了。聂射手，楼九州就这么放你回来了？那奸相定是怕了父亲。闭嘴，你懂个屁！不对，你就是个屁！你也不想想，连周侍郎、李大人那些人都罚了，
却偏偏把你放了。你当真以为楼九州是怕我这个太尉吗？父亲，我原本是要交罚金的，可楼九州不要啊。废话，你要是当场交了罚金，不过是坏一些名声罢了。但楼九州拖着拿捏着，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把柄，懂吗？可是父亲，先帝铁律，入侵楼也顶多是重罚罢了。若明日上朝，他劝陛下修改律法，要砍头要抄家，怎么办？这不可能，爸。我总劝你要稳重些，稳重些。可你这副模样，如何能让我鲁家成大事啊？父亲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会以帝王的准则来约束自己的。罢了，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我们还出去干嘛？去送钱。真不愧是楼相啊！几个时辰，轻轻松松就到手了70万两，而且是还没有算上鲁家的那一份，属下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鲁长风父子，你先回去吧。遵命，末将告退。鲁太尉，这是在等本相吗？楼相小儿顽劣，深夜叨扰，还请楼相海涵。鲁太尉见外了，你我同朝为官，相互扶持是应该的。楼相客气了，不过这亲兄弟也须明算账，这样吧，楼相小儿触犯先帝铁律，应当重罚来以儆效尤。这里有2万两银票，还请楼相收下。见外了，鲁太尉，真没必要。楼相5万两。哼，鲁太尉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洗洗睡吧。10万两，20万两，我给你20万两，这是我鲁家所能拿出来的最大数额了。鲁太尉说笑了，这罚的银两可是要入国库的，不是给我的。哼，区区20万两就想打发我，今天要是坑不死你，我特么的跟你姓。楼相吃的太多，小心会撑死。鲁太尉，我明日还要和陛下商量律法之事，恕不奉陪了。还真被我说中了，要是因为这个把柄就把鲁家给干倒了，绝对是得不偿失的。100万两。鲁太尉高义，不愧是东楚百官之首，本相佩服啊！此时的鲁长风已经气得冒烟了，就这一下，几乎就要了鲁家的小半条命。还请楼相宽限3日，我一定凑好银两送来府上。好，鲁太尉慢走啊！媳妇，那个老狐狸为什么要给你100万两？你都听到了。废话，那叫声跟杀猪一样，我要是听不到才奇怪呢。楼九州，我不管他为什么给你那么多钱，但这钱必须要冲入国库。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，有了钱才会有军队，才会有振兴社稷的资本。军队，你果然要造反？我造你个鸡毛！造反还不如造孩子呢。媳妇，要不然我们造个孩子吧。哼，想得美！你一介奸佞，休想让我委身于你！我操，好不容易穿越过来，他居然跟我玩守身如玉，那我纳妾了啊！你敢？你那一个，我休一个。嘿嘿。父亲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这个人绝对不能再留下去了，去把周侍郎他们都给我找来。是，父亲。我等不了了，楼九州必须死。太尉可有妙计？只要能查出黎珠公主没有怀孕，南梁那边必会迁怒，甚至会直接派兵攻打。那东楚岂不是要亡了？诸位且放心，南梁那边我都说好了，即使江山换了人，诸位照样是权贵。若是我鲁长风做了皇，反正是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太尉，我倒是还有个主意。且说，太尉的2个女婿可都是拥兵自重的藩王，可召他们入楚都，以清君侧的名义把楼九州这个奸相拿下来。不行，还不是时候。那还是按着太尉的意思，先查出公主怀孕的真伪。李太医那边我问过了，那日在朝堂上，他也不敢肯定公主是否怀孕，却被楼九州打断了话。如今丞相府守卫凋零，的确是个好机会。太刺客是下策，先想个办法，让人汇入丞相府。只要拿到公主假怀孕的证据，我保证楼九州必死。不知武太尉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奸相狡猾，寻常人若靠近，恐他会被发现。已经有人选了，迎春楼的老鸨，生意被搅，可是生气得很。迎春楼的老鸨，燕家的那位小娘子吗？出来吧，燕小娘子。小囚见过鲁太尉、王太傅、周侍郎，还有各位大人。免礼了。太尉，
我知道各位的意思，燕小娘子不仅仅是迎春楼的老鸨，她还是个易容的高手。燕小娘子，给各位大人录上一首吧。是，大人。各位如何？燕小娘子有此等能力，想要混进丞相府，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啊！不错，待拿到公主假怀孕的证据，我等定要让楼九州死无葬身之地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明日上朝，楼九州若是拿青楼的事情要挟，诸位务必要同心协力。谨遵鲁太尉吩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卿品审。陛下，楼相可有本要奏？臣昨夜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儿，想说出来与诸位分享分享。楼九州一边说，目光一边扫，待目光扫到周侍郎的时候，周侍郎急忙缩着脖子，尽力让自己矮下半分。60之天命，还去青楼夜宿，属实是丢老脸的事情。哼！本相昨夜在府前散步，这泼天的富贵居然泼到我身上了，让我无端端的捡到了200万两的银票。楼九州压根就没想拿青楼的事搞事情，那么多的大臣是不可能被扳倒的，顶多也就是恶心一番，没什么实际意义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既然是楼相捡到，那便算是横财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恭喜楼相，贺喜楼相！周侍郎，你觉得这钱该如何处理？天降横财，可入国库。李大人啊，臣附议。好，那便按大家的意思冲入国库吧。平白无故多了200万两，小皇帝也是惊喜万分。他再不济，也知道国库及民生的道理。楼相为国为民，朕替整个大楚的子民再次感激楼相啊！臣身为大楚丞相，为陛下分忧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陛下不必如此。不过臣这里还有一件事要禀奏陛下。鲁长风听楼九州说还有事，如临大敌，天知道他这是又要坑谁呢？楚都外700里，民乱事大，贼党肆虐，实乃我东楚心腹大患。那楼相可有解决的办法？招安，招安，不错，我东楚百废待兴，不宜在四处征战，招安是最好的办法。臣反对，民乱四起，若继续任之为之，恐酿成大祸。依臣之见，当立即派兵剿匪，以儆效尤。哼，不管你楼九州说什么，本太尉都不会让你如愿的。你要往东，我偏要往西；你说招安，我偏要攻打。你不是因为青楼的事情挺能耐吗？没了党羽，看谁还会在朝堂上帮你。鲁长风说完，便看了楼九州一眼，看着楼九州阴沉的脸，一股莫名的舒爽瞬间漫遍全身。臣附议，臣也附议，臣也附议。鲁太尉，以东楚现在的国力，不宜再征战了吧？楼相，我东楚以武立国，岂有委曲求全的道理？以武立国，哼！陛下，招安是当下最可行的办法。陛下三思，东楚武风不可丢弃，请陛下尽快出兵剿匪。这是杠上了啊！这权谋之术原来这么好玩啊！此刻的小皇帝陷入了两难境地，他是想出兵的，反正又不是他打仗吃苦，说不定还能有一番事功，但又怕忤逆楼九州的意思，回到御花园会被揍。鲁太尉，你敢误国？楼相，说话可得小心，我都是为了东楚社稷考虑。当初先帝在位，可是不会向这等民乱妥协的。为了东楚社稷考虑，我看鲁太尉是想让族中子弟赚军功才是真的吧？楼相说笑了，打仗嘛，多多益善，楼相自然也可以派人过去。迂腐之至，退朝。灵堂，这是本相好不容易才给你争来的机会。楚都700里外是偏远郡县，不仅有民乱，还有山越人惧笑山林。你想清楚了，若是不想去，我可以换个人去。灵堂看着一脸认真的楼九州，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东楚第一的大真相。吞了，人死鸟朝天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莫将冤枉。好，本相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应该知道，江对面的南梁最多只需半年便会举国来攻，所以灵堂半年之内务必给本相拉起2万人马来。敢问楼相，末将此去带多少人马？200。楼相，民乱可是有好几万人，而且山越人更是骁勇善战，这200人岂不是？就这200人，还是好不容易凑出来的。楼九州现在可以说是孤军奋战，就这200人，还是多亏了裴峰在暗中帮忙才凑出来的。他不敢动明面上的军队，也不敢让那几个老狐狸察觉。这里是20万两，预作你的军饷。楼相，200人给20万两军饷。别废话了，给你就拿着，挣了军功回来，本相提拔你做大将，到时候我看谁敢不服。末将遵命。这哪里是去打仗，这分明就是去招兵买马啊！离兄此去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切记，小仗可用来立威，大仗能避则避。
多谢贾兄了。灵堂此去，若是被朝堂上那几个老狐狸借题发挥，说成叛军，就算叛乱成功，回来也是说不清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楼九州会在朝堂上极力的骗取那帮老狐狸答应出兵的。楼相，你就不怕我拿着这20万两银票离开东楚吗？哼！你若真是这样的人，在指鹿为马的时候，你便不会激动到咬舌自尽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贾和是如此，你也是。这奸相为何会让我升起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？去吧，本相等你回来，东楚也等你回来。末将并不负楼相使命。放心吧，楼相，林兄有大才，这一点我敢用性命保证。本相这段时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，就是用一头死鹿得了2位无双义士。你信他，本相也信他。楼下到了。裴峰，你先回去吧。楼下那个300两黄金是吧？那个裴峰啊，我府里有不少字画古董，要不你挑几件？楼相说笑了。那个楼下，天色已晚了，末将就不打扰楼相了，末将告退了。裴峰，你要相信本相，本相一言九鼎，你是知道的。本相真不是欠钱不还的人啊，你要相信本相的。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老爷，老爷，这都是新入府的丫鬟。绿林，夏离的禁闭，由于夏离不喜欢管府内之事，所以大小事务都由绿林在操持。夫人啊，夫人今日感了风寒，奴婢正准备煎药呢。风寒，我去看看。这么丑也能招进府里，看来这绿林也是个二球啊。楼九州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老夫老妻的，敲什么门？哼，原来黎珠公主不是感了风寒，而是长了青春痘啊！关你屁事！出去！你给本宫出去！来，为夫帮你挤痘痘，我最在行了。你个二球！老爷，没事，忙你们的去吧。是老爷。不就是长了个痘痘吗？有什么可豪横的？对了，老子可是穿越来的，弄个护肤品治痘痘什么的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差点把这茬忘了。大功告成，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了。有了，来人！老爷有何吩咐？你把府里那个满脸痘痘的丫鬟找来，本相新研制了一款护肤品，让她试试效果。是。老爷，这是别动！这个丫鬟就是迎春楼的老鸨燕小秋易容混进来的，被楼九州喝住后，她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暴露了。这是本相好不容易研究的护肤品，懂不？燕小秋不敢动，但心底已经十分惊恐了。她感觉脸面上被抹了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上去，虽然隔了一张人皮，但那透心凉的感觉冻得她头皮都发颤。等你脸上的痘痘都好了，本相一定亲自做媒，给你找个好人家。做媒？做梦吧你！老娘恨不得你全家都不得好死。那个绿灵啊，再抓几把牡丹过来。对了，还有狗尾巴草，绿色产品，天然无添加。本相的这个发明一定会让你家公主喜欢的。老爷，别动，本相是为你好。老爷，我的脸好冷。没事，忍一忍就好了。现在又好热。老爷，他的脸冒烟了，着火了！绿灵，快拿水来！太尉大人，他对我下毒了。这是什么毒？居然可以把人皮面具烧成这样！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那种毒药是煎香亲手调制的。我要是再晚2个时辰，估计连里头的这张脸都要烧了。这奸香好狠的手段！燕家娘子，你不是号称千面玉女吗？这楼九州是怎么发现你的？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。我进了丞相府以后，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并未有任何逾越。而且我敢说，我的易容术，整个天下能看穿的人不会超过3个。
不超过3个，那肯定不包括那个奸相了。莫非那奸相只是在试探？倘若燕家娘子真被发现的话，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在这里呢？王太傅说的对，或许楼九州根本没发现，只是巧合罢了。鲁太尉，他都对我下毒了。燕小秋，你要明白，这次的事情是关乎世家门阀利益的。你背后的燕家，你的迎春楼，你难道都不要了吗？把人皮面具复原，回去丞相府，只要把公主假怀孕的证据拿到，你当属大功。鲁长风的这番话让燕小秋感到深深的无力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回到丞相府。人生不死劫輕輕送，千般色相偏看中，鏡不以亂塵繁心動。你脸上的痘痘都好了吗？楼九州不知道的是，燕小秋怕他今天再给他抹那种毒药，特意把人皮面具上的痘痘都抠掉了。果然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不行，得赶紧拿给夏黎去。相爱相杀这么久，总该夫妻和谐一次了吧？你的脸怎么也好了？怎么，本宫就长了一个痘痘？你是巴不得长成恶疾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呸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哪个意思？这剧情不对啊！我好不容易才提起兴趣的。媳妇，你脸色还是好差，皮肤都干燥了。昨日让绿林去配了2剂中药，兴许是吃多了吧？不对啊，楼九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相打算再做一款润脸的护肤品。看着那逃跑的身影，楼九州被打击了，本想发明护肤品赚钱的念头一下子就被破灭了。老爷，奴婢有罪。起来吧，奴婢这就派人去追。不用了。他们看来是忍不住了。打草惊了蛇，再想抓就难了。太尉，奴家实在是害怕。燕小秋啊，燕小秋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从丞相府出来后直接来太尉府。太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尉，那燕家的小娘子，那小贱人藏了一手功夫，被他给跑了。太尉，奸相那边已经派裴风巡街了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东楚皇宫御花园，楼九州正在看着卷宗，与贾和商讨接下来的行动。突然，老太监刘总管带着一个满脸风尘的士兵过来。楼相，大事不好了，合同反了。你说什么？合同反了？合同，东楚名门何家常年驻扎在楚都南边200里的天子关，只要天子关在，关外的越人乱民，还有6大藩王就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他为何要反？楼九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收拢世家资源也就罢了，为何把何家满门抄斩？夏黎的这一句让楼九州的眉头皱得越发厉害了，他也终于明白了这场阴谋的来龙去脉了。抄斩何家不是本相干的。楚都里都在传你楼九州想抢走何家的传稿，但何家不答应，所以你就动手杀人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何家被抄斩不是我下的令。楼相，当务之急是要先稳住天子关的局势，若是和通放乱党入关，后果可真就不堪设想了。走，先去何家看看，若是能找出关键证据，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。奸相楼九州草菅人命，我东楚400年基业要毁于奸相之手啊！今日敢抄斩何家，明日便是周家、王家，这等奸佞有何颜面高坐朝堂？此时的何府门前，几十个身穿梅兰竹菊的士子振臂大呼，还有不少围观的百姓都是一脸愤慨。裴风呢？回楼相，裴统领还未到，不过已经派人去通知了。楼九州，有事。你现在最好先别过去。你担心我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觉得这事也可能不是你做的。为何？若是东楚大乱，你这个丞相可就没得做了。哼！何家满门忠烈，老夫来晚一步，当真是痛心疾首啊！鲁太尉这一手当真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啊！是奸相，奸相来了！楼九州，望你饱读诗书，居然做出这等猪狗之事！打仗兵败如山，摄政将人满门抄斩，毫无缘由。你这样的人，凭什么身居高位？
我看倒不如把丞相之位让出来，让于有德之士。不错，我看鲁太尉就很合适。鲁太尉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楼相，你这到底是为何啊？为何？难道太尉大人不清楚吗？莫不是太尉大人被冤魂缠身了？哼！御林军听令，封锁现场，有靠近者杀无赦。一进入何府，映入眼帘的皆是血肉模糊的尸首，以及各种横七竖八的血迹。楼相，这不像普通人动的手，切口整齐，皆是一招毙命，应当是训练有素之人。这何府位于临街之处，若是时间拖得太长，恐怕会被人发现，所以派一群高手过来，这无可厚非。是火油。杀人放火，很多时候都是同时进行的，为的就是毁尸灭迹，让人找不出证据。这应当是被人发现，来不及放火了。嘉禾包括奴仆在内，何府里应该有52人，你带人清算一下，留意一下何家人的尸体。楼相，老夫斗胆疑问，何家人所犯何罪啊？你又为何如此狠心？本相若是超斩，何须遮遮掩掩？灭何家的另有其人。惺惺作态，分明是你请的杀手娄九州啊！娄九州，这一次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或许不是娄九州干的。李珠公主，老夫也是知道你当初在御书房被楼相。老匹夫，你娄九州，你够了。这件事永远是下离心底的一道刺啊！派一队御林军保护公主回宫。是，楼相。鲁太尉，小心一些，可千万别让本相逮到机会。那老夫就恭候楼相了。好。楼相，何家52口已经尽数被杀，没有活口。回府。楼相，你看。这是刚才人多眼杂，不便多言。楼相可知这坛木枕从何处而得？难道是何府？自然是何府，不过是在何通夫人的身子下面发现的，而且还是用孩童的衣物包裹着。你的意思是何通夫人临死之前是用了障眼法保护了孩子？不错，而且除开这个木枕，何家的尸首确实只有51人，而且何府内堂里似乎还有打斗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孩子被人救走了。那帮杀手在匆忙之间又遇到有人出手搭救，恐怕只是粗略的清点了一下人数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那个孩子找出来。奸相无道，杀我何家满门！诸位兄弟，随我杀入古都。你的意思是还有个孩子逃走了？何家灭口的时候，我亲自清点了人数，却没想到那何家夫人会用障眼之法。等后面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有人过来了。我不管这些，王子仇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你知道后果的。不仅你会死，你的太傅老子会死，就连你身后的王家都逃不了。太尉大人教训的是，20个一流武夫，哪怕就算有人过来了，一刀杀了不就得了？来人是裴峰，一枪退百骑的那个裴峰吗？不错。不过太尉大人放心，我已经带人将裴峰逼入了城北的荒林，只要加派人手，他插翅难逃。去通知王家、朱家、李家、卓家各家死士门可进出，务必在楼九州有所察觉之前，格杀裴峰与何家的孽种。是。刘总管，裴峰还没回来吗？回楼下，裴统领还没回来。不过他的裴家营早就回宫复命了。听那些御林军说，那时的裴峰似乎有些奇怪，说什么发现刺客之类的话，然后就嫌裴家营跟得慢，独自一人先追过去了。发现刺客还一个人追了过去，他不要命了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贪财的家伙吗？那个楼相，你真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我说楼相啊，你一直在给裴峰分派任务，我还以为你是知道的。到底是什么？你口中的那个贪财的裴峰，其实是东楚第一勇士，一枪可退百骑的，要不是受了内伤，他早就做都督大帅了。你说这他娘的裴峰是东楚第一勇士？楼相如假包换，
4年前，先帝吃了败仗，被南梁重楚江口，一路穷追猛打，只能不断撤退，退到楚都南门。可还有100多骑尾随绞杀，守城军又战得非死即伤，所以裴峰就出现了。不错啊，那时的裴峰还是个守城兵，看到先帝生死一线，手提一杆长枪，也不骑马，就冲入了百骑之中，厮杀成一团。嗨，老子当时一招秋风扫叶，直接扫断了2匹马子，把南梁蛮子捅于马下，然后再1个跃马冲上，杀得南梁蛮子是哭爹喊娘。裴叔，你是大英雄。好，你才发现啊？等老子把你救出去。他楼九州要是不给老子个18000的，老子就跟他没完。裴峰，交出这小子，赏你1000两黄金。都知道老子爱钱，但你们可知，不是什么钱老子都爱的。裴峰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为了那个姓楼的，值得吗？值不值的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冥顽不灵，动手。小子，把眼睛捂起来。切！就你们这帮烂蒜，也敢在老子面前嘚瑟！一帮废物，这么多人，连个裴峰都拿不下，弓弩手，给我射死他们！裴叔，你怎么样了？别怕，老子没事，抓紧了。和泥嘛，这帮狗屁膏药还真是没完没了的。二公子神勇，派人入江打捞尸体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此时的楚江汹涌翻腾，数不清的黑衣人摇着江船来来回回的寻摸。所有人听着，凡发现裴峰尸体者，赏黄金1000两。江面左边2个湿漉漉的黑衣人，一个摇着船，一个提着灯笼，小心地环顾着四周。裴峰是裴峰，老二，快摇过去！死了也要抱着孩子，这裴峰也算是英雄了得。二公子在那边，所有人放箭。裴叔，我们会不会死？不会，有人会来救我们的。裴峰还不束手就擒？老子受伤了，老子束手就擒了，快来挺我！立在船头的王子仇听着裴峰的叫嚣，脸色阴沉，因为即便是受了重伤的裴峰，他也不敢过去，毕竟人的名，树的影，一枪退百计的威名可不是盖的。放箭，继续放箭！敌袭！王子仇惊恐地看向身后，发现在蒙蒙夜色之中，后方的江面，一艘巨大楼船点着红色灯笼，冷冷向他们驶来。二公子是官船，看是楼九州，而且是红灯笼，这是死战的信号啊！看着越来越近的官船，王子仇心底不甘，眼看着就要杀死裴峰和合同的儿子了，却没想到楼九州杀过来了。撤！风景落水者殉国。落入江水的黑衣人在听到王子仇的命令后，纷纷咬破藏毒的牙齿，自尽而亡。仅一会的功夫，原本嘈杂不堪的江面，只剩下了数不清的黑衣死尸，随着江水飘荡。裴峰，楼下且慢。裴峰，裴大统领。裴峰，你他娘的出来！你快出来啊！老子来救你了！你他娘的出来！你快出来啊！老子来救你了！裴峰，楼下，你这次真得加钱了。加，老子给你加！老子不仅给你加钱，还给你加官。废物，都他妈的一群废物！那么多人，连一个裴峰都杀不了。王子仇脸色极其难看，十拿9稳的事情居然玩砸了。这一次麻烦了，楼九州指不定会想什么法子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他敢，若真把我们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透他了。以前的时候，给些银子，给些好处，他就乖乖的合作。但现在，哪怕把整座金山都给他，他还是想要你的老命。猪呀，人家可是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。太尉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们都听你的。哼。都是他楼九州逼的，到了这一步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举兵逼宫，逼迫右帝，废除奸相楼九州。哈，
4000御林军，我们占了大半，剩下的除了裴凤的那一营尽力拉拢，他楼九州无兵无将，拿什么和我们斗？可是太尉，楚都城外的军营可还有3万处士。天子官叛乱，用兵2万精锐，他救了孩子又能怎样？来不及的，要平叛2万精锐，他只能带着3万处士出征，否则根本就没任何胜算。太尉的意思，只要3万处士一出楚都，我们立即杀入皇宫。王贤侄，你总算是聪明了一回。诸位，从今夜开始，随我一道废除奸商，振兴国邦。到那时候，诸位便是天大的功臣。东楚御花园，楼九州坐在亭子里，显得心事重重。在他的面前，何家的那位孩子换了身干净衣服后，正对着面前的食物大口吃着。怎么样了？太医已经看过，裴统领的伤情并不算太严重，休息一段时间应该无大碍了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楼相还有心事，本相担心接下来那帮老狐狸又会有什么行动。楼相是担心这帮人会狗急跳墙吧？知我者，先生也。孩子虽然已经救了，但说句不好听的，此处离着天子关有200多里路，这一来一去，起码要花2天时间。2天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事情了。要不派人把孩子送回去？不行，有孩子在，说服合通会容易得多。本相不想浪费这个机会。楼相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本相和你之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楼相自古以来，只要是叛乱造反，不管事情如何发展，到最后都难逃一个死罪。你是想说龙颜大怒吗？假和你忘了，东楚的情况不同，小皇帝是做不了主的，能做主的只有本相。这似乎也是。所以楼相还是想劝服合通。楼相应当知晓，楚都上下除了4000御林军，便只剩3万训练不足的处士了。天子关2万雄兵，若是带得上，根本无济于事。那3万处士自然要带出楚都，不过出城10里便立即回返。楼相是何意？嘉禾，如果你是鲁长风，这时候发现楚都空虚以后会如何？4000御林军，鲁长风掌握了大半，狗急跳墙下他会反。不错，而那时候本相就可带兵平叛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3万处士出城10里回返，然后将鲁长风的人马一网打尽。是这样没错。楼相言下之意，你要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往200里外的天子关。本相想了好几处办法，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将优势最大化，而且其他人去本相不放心，那位忠勇侯合通肯定想讨个说法，所以只能我去。楼相可带上2万处士，我只需1万，便可击败鲁长风这些人。不妥，且不说这2万处士并非天子关雄兵的对手，而且大军出征意义就不同了。嘉禾，你要明白，虽然说是平叛，但其实是解释清楚，劝服合通。楼相要单骑平叛，单骑平叛，楼相还是想清楚，此去九死一生。作为谋士，我不想主攻涉险，请楼相等待，我必定拟出全策。来不及了，雨就要停了，本相可不想突然在楚都城口看见合通的大军扣关。贾和还想说什么，但只叹了口气，什么也说不出。他了解楼九州的脾气，若是有其他的好办法，绝对不会这样设想。这是东楚的调兵虎符，楚都的事情就拜托先生了。世人皆言奸相楼九州权大欺主，败坏朝纲，而我却知楼相单凭这份单骑平叛的勇气，便足以胜过天下人。齐云殿里，夏离还在闷闷不乐。楼九州说的没有错，当年的事情宛如一根尖刺，一直梗在他的心头上。那个贼子，我当初就不该下嫁给他。那时候本宫若是刚烈一些，咬舌自尽，或许还能赢得一番美名。但楼九州好像最近都在变好了，呸，还是不能原谅他。夏离听见宫门被人推开，以为是楼九州来了，脸色立即变得清冷，将身子侧了过去。公主发现不是楼九州的时候，夏离心底松了口气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总感觉有点空落落的。公主，这是楼相给你的。刘总管，这是什么？楼九州还有闲心玩这个？老奴也不知，不过楼相已经出城了，只让老奴把这个交给公主。出城？楼九州出城做什么？楼相去天子关了。天子关带兵平叛吗？一人一骑。他是不是傻呀？忠勇侯合通可是巴不得立即杀了他。刘总管，快让人把他追回来！楼相下了死令，待他出城2个时辰后，才让老奴来告诉公主。现在只过了1个时辰，老奴这都算逾越了。他怎么这么傻啊？本宫又不是怪他。楼相还有些话让老奴转告，若是他回不来，恳请公主任裴风为大都督，贾和为3军参谋，攻卫东楚。什么叫回不来？那他欠我的该怎么办？人不人搁浅在断剑残月长眠，不等谁来证明，不必同个同意，唯盼出相
未来是最娄九州，你可千万别死了！特么的，老子堂堂一个有志青年，居然跑这来逞英雄！叔叔，风混了。那风儿睡会儿吧。哼。楚都城外，虎贲军营地，一身亮银甲的贾和冷冷坐在主位之上。他知道，在这军营之中藏着不少鲁长风的奸细。敢问这位大人，楼相何在？楼相自然会来，不过统筹军备的事情由本将全权代理，你有异议吗？末将不敢，只是不知丞相现在何处，末将好带人迎接一番。哼，就在那边，你去吧。不过本将提醒你，天子关叛乱，楼相这几日心情不好，宫里的太监昨儿还仗杀了2个呢。说话的中年统领脸色一下子变得精彩起来。世人皆知，奸相娄九州喜怒无常，最喜好无端杀人。哼！传楼相口谕：虎贲13营今夜3更做反，5更出征，平叛天子关。谨遵楼相命令。东楚的雨在临近深夜之时，终于慢慢停了下来。小皇帝睡不着，从刘总管的嘴里，他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。若有一日朕亲政了，一定要杀了娄九州。不许胡说！皇姐，娄九州又不在这里，你可知娄九州是为了东楚江山？那他是好人吗？算是个好人，帮我们的人。夏黎看着自己这位单纯的皇帝，心里突然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慌。若是有一天，他这位心思单纯的皇帝被有心人利用，会发生何等可怕的事情？皇姬。在王子朝面前，3000全副装甲的御林军以及2000门客死士迅速在脸上蒙上黑金，这本是多此一举，说到底也只是求个心安罢了。毕竟自古往今，谋反叛乱都是诛九族的死罪。仇儿，虎贲13营已经离开楚都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等娄九州带着残兵回来，发现东楚宫变已经为时已晚，到时候再携陛下叩谕，令虎贲营绞杀娄九州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啊！裴峰的裴家营呢？裴峰重伤，裴家营的人毫不知情，应该在家睡觉呢。我要的是确切的信息。我现在就去查。罢了，来不及了，300人的裴家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太尉，前方来报，娄九州已经带着虎贲13营到清水桥了。清水桥已经10里之地了。太尉，无需再等了，只要截断楚都信息，他娄九州是永远发现不了的。传我命令，3000御林军，2000门客，8营攻打中门，先登城墙，折上黄金万两，封签护侯。清水桥上，骑在马上的贾和转身看了眼楚兜里升起的狼烟，冷冷的招了招手。先前的那位8撇胡统领神色倨傲的跟了过来。大人有事，还是楼相有事？李统领，本将想问你借个东西。借什么？耳的狗头。叛徒李建州已被我革上，传楼相口谕，见虎伏如建军，虎贲13营随本将回返楚都，绞杀叛贼，若有不从者，以叛军同党论处。楼相口谕，回返楚都，清剿叛军。楼相口谕，回返楚都，清剿叛军。诸位弟兄，东楚风雨飘摇，并非你我之过，但东楚若亡，我等身为军士，有何颜面见家老双亲？这一句瞬间让虎贲13营吼声连天，队形变换，踏着泥泞的道路开始往前奔赴而去。同时100里之外，一堆篝火熊熊。东楚风雨飘摇，若将相不和，则外敌趁机而入，内敌作乱犯上。东楚风雨飘摇，若将相不和，好好背，这是要背给你老爹听的，不然叔叔就要被砍头了。哦，知道了，娄叔。东楚风雨飘摇，若将相不和，陛下口谕，诸位就此返回，可对今晚之事既往不咎。哼！三军听令，攻破中门，杀！父亲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将。孟尝，你是缺黄金还是缺侯爵？这站后面去。父亲，何事？
很快就有一名王家的门客冲到了中门跟前，正脸色狂喜的要推开宫门时，突然石玉刚强突然从门里捅出，仅仅一个眨，王家门客便被捅出满身的血窟窿，狼狈的栽倒在地。裴佳莹列阵。裴峰，哼，300人的裴佳莹当真是好大的胆！冲杀过去，今日务必让裴佳莹死光！此间中门位置也不过20人之宽，300人的裴佳莹有条不紊地列着战阵，立着巨盾，从缝隙之中将长枪架起，森意寒寒。但奈何叛乱的人太多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一个又一个裴佳莹军士倒下，但在后头又有其余军士提枪补位。短时之间，5000人的军队居然一下子没法攻破中门。哼，300骑兵随我冲杀！听着楚都里的喊杀声，寻常百姓甚至连一些小的世家都战战兢兢地将门窗关好。娘亲，快来看，有一条火蛇！孩子母亲颤着手，刚要把木窗关上，猛然间，整个人惊得无以复加。灰蒙蒙的夜色之下，果然有一条延绵不绝的火蛇，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楚都城门奔袭而来。虎贲13营，随本将杀入中门，清剿叛贼。什么声音？封锁城门，弓箭手随我上城楼。左为营，右为营，举弓。射。怎么回事？后面的是谁？太尉，不好了！虎贲13营回返楚都，已经杀过来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楚都城门一锁，我们要成瓮中之鳖了。陆晋，让所有门客立即调转枪头，格杀叛贼。父亲，按我说的做。杀！太尉，你，儒家门客，救命令，立即配合王氏诛杀叛贼王承仲。儒家的门客听着鲁长风的话，虽然有些疑惑，但家主下令也是二话不说，调转枪头捅向了昔日的盟友。原本就久攻不下的中门，现在又有搞了这么一出，很快5000人的叛军就死伤了近半。父亲，仇儿，我们败了。父亲，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！杀，都给我杀！让开！你城墙之上，贾和面无表情，继续下压手势，弩箭交错，瞬间又一批的叛军倒在血泊之中。此时广场上已经尸积如山，血汇成河，到如今只剩下了几十个人，颤颤巍巍。这位将军，贼首王承仲已经伏诛。鲁太尉，都这时候了，就别演戏了，你还是和王太傅结个拜一同上路吧。动手！慢着，大人，老夫并非叛贼，而是内应。不信的话，可去询问陛下。老夫曾给陛下送去密信，叛贼势大，老夫乃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贾和心头一沉，这确实像是老狐狸的行事作风。换句话说，叛乱若成功，给皇帝密信什么的，根本无足轻重；但若是失败，相当于留了一条不错的后路。一念至此，贾和狠下脸色，充耳未闻，冷冷挥下手势，动手。我鲁长风并非叛贼呀！陛下到。
陛下口谕，刀下留人。可恶！鲁太尉先前的确给朕寄来了密信，实乃我大楚之栋梁。陛下，老臣为东楚呕心沥血，尽心尽力，万万不敢有半点谋逆之心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鲁太尉请起，择日朕必然会记你内应之功。哼！大胆来人，拿下此贼！陛下，裴统领为了保卫楚都，身受19处重伤，受了重伤就敢忤逆陛下吧？老臣斗胆问一句，这东楚到底是谁说了算？来人，杀！陛下口谕，今日叛乱之事，等楼相回来再细细盘查。鲁太尉，到时候你可得注意一下，楼相脾气可不太好。回公主，微臣为国而战，困乏无力，先告退。皇姐，你干什么？鲁长风寄密信的事情，陛下为何不说？鲁卿信上提及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小皇帝的话，贾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底沉沉的叹了口气。将士死战不退，千算万算，最终都不如小皇帝的一句话。若非有楼相管着，天知道这小皇帝会变成什么样的昏君。夏里也沉默地闭上了眼，他知道楼九州的这盘棋是失败了。人迹罕见的草原上，两人一马，还在不停的奔驰，正是带着合同的儿子赶往200里外天子关的楼九州。江山万里多娇，青鸟上云霄。江山万里多娇，叔叔上云霄。江山万里多娇，老子来劫道。特么的，要不是怕人多眼杂，早就带一队御林军了。我们庐山五虎也不欺负你读书人，留下买路财，便放你们离去。楼九州看着面前这所谓的庐山五虎，衣着打扮和楚人四世有很大出入。虽然穿了内衫，但偏偏裹着兽皮。越人与楚人积怨已久，东楚历代皇帝最为热衷的事情便是朝着越人的地盘开疆辟土。在东楚孱弱的时候，越人很快就举旗造反，和乱党彼此匡扶，威胁着东楚的河山。把金子给我，不然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讲武德了。哼，小子，你诸位好汉，再不动手，金子可就要飘走了。该死！趁着空档，楼九州抱着何风，双腿用力一夹，快速往前逃去。他可不相信什么给了钱就让路。古往今来，劫到捡净的没有最贪，只有更贪。越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回去是该好好的查一下了。驾！天子关下，何通双眼发红，满门被斩，他等不了了，他恨不得现在就砍了楼九州。诸位，天色已晴，粮车已备，可敢随我一同杀向楚都，生擒奸相楼九州？我等誓死追随侯爷，我等誓死追随侯爷，我等誓死追随侯爷，我等誓死追随侯爷。好。何通握着长戟的手微微发抖，他知道此去不论成败，谋反的罪名算是坐实了。可即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有藩王派使臣前来借道入关，还是被他拒绝了，并且还留下了5000士兵镇守天子关。想我何家帮着东楚镇守天子关几十年，从未擅离职守，可为何我何家满门都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俎之下？楼九州，我何通在此发誓，必让你血债血偿。3间启程。开城本。那是斥候吗？回侯爷，按着侯爷的吩咐，昨天夜里已经让所有斥候都回营了。那是谁？不知，不过看样子似乎是2个人。何通脸色不快，刚要让人开口询问，却突然听到了一句让他足以彻底疯狂的话：东楚丞相楼九州200里奔赴，与中用侯有事相商。楼九州，你还敢来？受死吧！爹爹，风儿，侯爷是风儿，真是风儿，是风儿。风儿，我的风儿。风儿，爹爹，风儿，我的风儿。此时，何通看着怀里的儿子，这名驰骋疆场的铁血将军也忍不住虎目迸泪。楼九州，别以为你把风儿带回来就能弥补你的罪过。我何通发过誓，必让你血债血偿。今日我就将你斩于马下，来告慰我何家50亿口的在天之灵。受死吧！爹爹。东楚风雨飘摇，若将相不和，则外敌趁机而入，内敌作乱犯上。
世人皆言钟永侯合同智勇无双，今日一见，原来也是莽夫一个啊！你说什么？爹爹，九州叔叔是为了保护我才来的，奉求求爹爹不要砍九州叔叔的头。你是说他一个人来的？是的，爹爹，是九州叔叔一个人送我回来的。河童看着娄九州，眼神复杂。他知道娄九州并不是武人，这一路必定风餐露宿，还有极大可能遇到乱党劫匪。来人，把娄九州押回去。哎，这条命算是保住了。所以是有人要逼反天子关。不错，先是抄斩何家满门，嫁祸本相，然后再派人通知侯爷，侯爷定会震怒，届时侯爷就会亲率天子关2万大军杀向楚都，捉拿我这个奸相。娄九州一边说，一边注意着河通的脸色。这种经常经历战场厮杀的人，有时候是最难打交道的。不过庆幸的是，河通皱眉深思之后，脸色已经缓和了不少。娄九州，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我如何信你？请侯爷想一想，此事若真是我娄九州所为，我又何必日夜奔袭200里，亲自上门与侯爷相谈呢？有点道理，娄九州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会有一副这样的好歹，一人一骑便赶来天子关？你可知，若不是风儿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将相不和，历来是朝堂大忌。我娄九州所做的，无非为了东楚社稷，兵有计，民有粮，外敌不敢冒犯，内敌不敢妄动。哼！晚了，已经晚了。天子关叛乱的消息已经通达楚都，现在世人皆知我河通如今是个反贼。侯爷此言为时尚早，你可知本相为何要亲自过来？此话何意？敢问侯爷，这东楚朝堂如今是陛下做主，还是我娄九州做主？自然是你这位奸相了。这便对了，只要本相在朝堂上找一个借口，侯爷举兵之事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怎么个借口？本相在来天子关的路上，曾遇到山越人劫道打劫，楚都200里之地内出现山越人劫道打劫，侯爷举兵攻打，可有问题？河通听着娄九州的话，也是难得的松了口气。虽说举兵叛乱乃无奈之举，可叛乱就是叛乱，要不是有娄九州这一手，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。娄相，你为何帮我？侯爷错了，本相帮的乃是东楚社稷，况且侯爷的爵号乃是忠勇，尽忠而勇不可挡。如侯爷这样的人，若是被无端祸害，岂不是自断我东楚一臂？娄相，请受河通一拜。侯爷客气了，天子关绵延700里，若非是侯爷一夫当关，6分及山越乱党，早就为祸楚都了。东楚风雨飘摇，若将相不和，则外敌趁虚而入，这哪里是东楚奸相，这分明是我东楚社稷之福啊！侯爷过誉了，侯爷放心，何家51口的惨案，本相回到楚都，定会还侯爷一个公道。侯爷，那天子关就靠你了，待本相回到楚都，查明真相，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请娄相放心，只要我河通在，不管是6番还是山越乱党，休想入天子关一步。好，有侯爷这句话，本相就放心了。哎，若我东楚朝堂都可像侯爷这般，又何愁社稷不兴啊？告辞了。娄相且慢。灵儿，哎，爹爹，侯爷，这是楚都风云暗涌，娄相乃国之栋梁，担权起见，我送娄相一位死士又何妨？这是我的养女燕翎，上有巾帼之姿，且武艺不俗，危急关头可以保娄相无虞。哦，美女还会功夫，还是个死士。那本相就谢过侯爷了，来日方长，本相定要与侯爷相醉一场，再诉衷肠。那河通就恭候娄相了。九州叔叔，风儿也等你。好。100里奔袭，天色已近黄昏。按照正常情况，河通送的2匹快马本该一天就回到楚都。无奈的是，这燕翎根本是个路痴，只错了好几个方向，一来二去便耽误了。最关键是，娄九州还以为是抄了近路。那个燕翎啊，你先别看天色了，过来休息吧。南之向南，北之寒，主人，你相信我，明天我们往这边走，5时就能回到楚都了。那个燕翎啊，咱们就顺着官道走吧，不耽误那点功夫的。那我再去捡点柴火吧。别去太远。哎，这哪是什么巾帼，这分明就是个女武神啊！
燕玲，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军营里肉食太少，都不够吃。我有时候上山打老虎、豹子，有时候下水抓大蟒，还有时候碰见山越人，他们知道打不过我，都乖乖把猎物上交给我。山越人自诩蛮神后裔，又自小茹毛饮血，堪称力大无穷，性情暴戾。这是遇到姑奶奶了吧？发了，这回是真发了。一路风餐露宿，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。燕玲，待会你先把马送到驿站。好的，主人。楼相先生不用多礼。楼相，东楚上下可都盼着你回来呢。怎么，事情有变？被老狐狸反将了一军。上车。贾和将事情从前到后的说了一遍。楼九州神色发沉，和贾和配合的这一步棋本就是为鲁长风设的，没想到这老狐狸居然会这么狡猾，而且还有功不赏，无功反刺。这2天不仅是虎贲13营，就连皇宫里的不少御林军都憋着一口气呢。所以陛下不仅赐了鲁家一碟金瓜子，还给鲁靖封了侯爵。就连黎珠公主也拦不住，都差点气出病了。我才几天不在，她就无法无天了。楼相，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陛下昏庸，楼相若是顾念苍生，可取而代之，虎贲13营，我有信心纳为麾下。闭嘴！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否则别怪本相不顾念情分了。先和本相一起入殿，本相倒要看看这小皇帝到底想干什么。陛下文治武功，实乃我东楚社稷之大幸啊！是啊，陛下若是真的亲政，不出几年，那南梁蛮子定不足畏惧。忠信侯很会说话嘛，臣句句属实。一个打仗尿了裤子的也配称侯？大胆！刘相，忠信侯，哼！就你还忠信侯？你猜，若是忠勇侯何通知道与你这样的人平坐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楼相回来楚都，若是早说，下官一定早备好宴席。宴席就不必了，不过你鲁家的席，本相可是一定会去吃的。鲁长风被噎得脸色惨白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他又不敢多言，他心里是害怕的，毕竟谋反的事情，他可是主谋，楼九州迟早是会查的。鲁靖更是不争气，直接吓得动都不敢动一下。哼，一帮烂蒜！楼相，朕等你去御书房。皇姐救我！皇姐救我！有功不赏，宠信佞臣。本相离开楚都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他们为朕打仗厮杀，本就是理所应当啊！好一个理所应当！若是东楚王国，是不是也是理所应当？本相告诉你，若是没有虎贲13营，没有裴风，鲁长风早已经把你当成狗了，你还在这给我理所应当？明日上朝，记得把鲁家狗屁内应之功全给本相抹了。虎贲13营以及裴风的裴家营，你若是还有功不赏，下次本相就直接用鞭子了。楼九州，朕是95之尊，容不得你欺侮。哼！好一个95至尊！我的95至尊，好好看看江岸那边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要不了多久，南梁号称100万的兵甲就会踏江而来，东楚400年基业若亡于你手，你便是一个亡国之君，没尊严的。本相现在不打你，到时候就会有南梁蛮子一个一个排着队打你，明白吗？滚出去，到齐云殿给你皇姐道歉，然后记住本相说的，少办一件，明儿自个回来领巴掌。小皇帝红着眼睛，委屈的咬着嘴巴，慢慢的走了出去。也难怪贾和会说出那样的话，确实太不争气了。东楚现在唯有的虎贲13营，若是还保不住，以后还拿什么冲锋打仗呢？你又打我皇帝了。夏黎看着楼九州，神色复杂。在此之前，他想了好多与楼九州重逢的美好画面，可是他打了他的皇帝。玉不琢不成器。媳妇这是亲自下厨了啊！哼，里边下了断子绝孙毒，你敢吃吗？什么人？别冲动，自己人。
放屁！自己人我怎么不认识？他是钟永侯送的死士，你觉得本宫会信吗？真是钟永侯送的。你也知道，东楚社稷未稳，钟永侯担心本相安危，特地派来保护本相的。再者说，他在本相眼里是男是女，没有一点区别。切！本宫就随口一问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楼下要纳妾了。荒谬！本相身为驸马，东楚外戚，百官表率，若无公主应允，岂可行纳妾之举？算你识相。特么的，这要是眼神能刀人，估计老子已经躺平了。有那么难吃吗？主人，这附近有没有山峦啊？山峦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去抓点老虎豹子吃。这里是楚都，哪有老虎豹子让你吃啊？去那边的皇家珍院吧。多谢主人。你悠着点，别跑太远了，有危险还指望你搭救呢。知道了，主人。老爷，贾先生来了。知道了。查的怎么样了？那老狐狸前2日接着陛下宠信，已经把所有不利的证据都尽数抹除了。意料之内，要是没抹除，就不是鲁长风了。对了，本相听你说过，从中门离开时，他好像还带了10来个门客回去了。查过了，回去之后也都被抹除了。明明是主谋，却能像个没事人一样置身事外，这老狐狸的段位真是越来越高了。楼相，这样的人留在东楚，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在背后捅我们刀子的，不得不防啊。这一点本相又岂会不知呢？不过是狐狸，他又怎会忍住不偷吃呢？耐心等着便是。老小子，你蹦跶不了几天了。父亲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叛乱的这一步棋算是彻底失败了。经此一役，楚都里近乎大半的世家，算是彻底断了忤逆之心了。这段时间，暂时还是低调一些吧。低调？父亲，你让我如何低调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还能做太子吗？糊涂！你难道想让我鲁家也像王家一样吗？父亲，孩儿错了，孩儿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下楼九州气势正盛，我们必须从长计议。切记，就算要闹事，我们也绝对不能出头。父亲是否也有计策？哼，天子官叛乱，已经人尽皆知，可偏偏他楼九州又徇私枉法，力保了合同。而且我听说陛下还挨了楼九州的毒打，若是将这个消息放出去，实则书院的那帮人，父亲英明。哼，这奸相不仅徇私枉法，而且连陛下都敢奏，当真是无法无天。是啊，我等身为大楚世子，岂能容纳奸相胡作非为？不错，还请华师兄为我等主持公道，讨伐奸相。还请华师兄挺身而出，讨伐奸相。好，身为大楚世子，讨伐奸相，我华丰义不容辞。世子书院有个叫华丰的，楼相可认识？华丰就是那位自诩有中兴之才的门阀小书生吗？不错，就是他。他怎么了？这个华丰在四通街搞了一个辩论大会，联合了不少官吏，还要签署什么迁官救国书，扬言要取代楼相的位置呢。哼，本相的位置要是这么容易就能被取代，还能轮到他？不用理会。楼相真不去吗？不去。可是黎珠公主已经去了。他跑去干嘛？楼相难道不知道，那位华丰原本就是驸马人选，还曾经与黎珠公主押过不少书信自明呢。就比如两两若有心，只手扶清水，这不就是一个情字吗？这特么的是要后院起火啊！来人，备车！妹的，穿过来快1个月了，居然都不知道还有个情敌要搞我，还搞个什么辩论大会？老子今天要是不把你变得怀疑人生，老子就重开下一局。四通街的官房前，华丰已经带着一大群士子书生在此等候楼九州了。这辩论大会想来，那奸相是不敢来了。哼，就他那水平，来了也无非是自取其辱罢了。不错，整个东楚，谁人不知华师兄乃中兴大才，不仅熟读兵法，更是体恤民情，乃是我东楚丞相的不二人选。父亲，你说楼九州敢不敢来？应该是不敢的吧。楼九州的仕途之路简直是羞煞人眼，为了能上位，当年还认了一位老宦官做父，这等不学无术之徒，无真才实学，躲都来不及吧。我也没想到世子书院这帮人居然搞了一个人尽皆知的辩论大会。他楼九州若是不来，以后楚都里都会骂他是缩头乌龟了。楼相道，楼相，你可会辩论？先生放心，且看本相表演就是。
没想到这奸相还真敢来。哼，自取其辱罢了。楼相，请。别墨迹了，本相赶时间。华先生也知道，黎珠公主如今有孕在身，为夫者该体恤关心才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先让楼相听听百姓的声音。敢问楼相，金銮殿上忠臣血迹未干，天子关下叛乱多日未休，这便是楼相的为相之道吗？家国天下，无能者身居高位，无非是荼毒百姓。此乃千官救国书，万民一心。若楼相知耻而退，或许还能落个让贤的好名声。本相算是听明白了，华先生也想做丞相。是又如何？我华某虽不才，但自小起便也知精忠报国的道理。而楼相身处高位，却疏于国政，败于兵法，导致天下人皆知楼相带兵安天下，10万处士不归魂的笑话。我若是楼相，早就羞愧难当，告老还乡了。这特么的原主真是把人往死里坑啊！父亲，你看楼九州那束手无策的模样，真叫人开心。楼九州属实是无能了。哼！夏黎靠在酒楼的栏杆上，看着楼九州那不争气的模样，突然就不爽了。哼，楼相为何不讲话了？华峰看楼九州不说话，还以为楼九州是认怂了，其不知是楼九州对他的水平提不起一点战意。听说华先生智略无双，还曾与会稽王推演兵法，直接让了6个营的将士，简直是惊为天人啊！区区小事，让楼相见笑了。那敢问华先生，若是此时南梁蛮子撕了合约，举兵来犯，我东楚该如何？自然是沿江而守。如何守？我可不会像楼相这般，带着10万处士奔赴楚江口，还中了南梁蛮子的诱敌之计。你妹的，说就说嘛，还偏要先踩我一脚。本相问的是华先生要如何守？楚江天险，易守难攻，给我5万楚弓，10里建一烽火台，分兵防守，定叫南梁蛮子有来无回。要真是这么简单的话，本相还至于偷偷的派灵堂去招兵买马吗？东楚划江而治，确实可以作为天险，但也要在我东楚水军与南梁旗鼓相当的前提下。说实话，我倒是希望这个华峰是个可用之才，要是能说出一番让我惊喜的理论，哪怕让我装一回孙子也无妨啊。可惜都是纸上谈兵。哎，敢问华先生，若是南梁蛮子以大型楼船水战与之对射，又该如何？大型楼船能登高抛射箭雨，并不比江岸上的楚弓射手逊色。两番对射，占兵力优势的南梁可是高兴得很。若是南梁大型楼船来攻，形势不对，自然是迅速合兵楚江口。众所周知，楚江口乃天险之地。楚江口是天险没错，但形势不对了，要不要和南梁蛮子打个招呼？等你合兵一处了再做攻势。那先前便不分兵了。华先生怎么又不分兵防守了？不分了，5万楚弓全力守住楚江口。华先生若是不分兵了，南梁启用分兵迂回战术，绕后包抄，又该如何？3000里楚江岸，并非只有楚江口能登岸，其他江岸虽然难免会有死伤延期，但总归是能登岸的。南梁蛮子若是后面分兵迂回，并无他法。我便也分兵防守。哼，南梁号称兵甲100万，他若是分兵上千处，你所倚仗的区5万楚弓，是不是也要跟着分兵上千处？这一次，华峰不敢再答，痛苦地垂下头，周围原本充满憧憬的一双双眼睛，瞬间变得暗淡无色。他们所倚仗的中心之才，似乎也就那么回事。把头抬起来，回答本相的话。逞威风的是你，说不完的也是你，你特么当老子是棒槌呢？回楼相话，5万楚弓入江，以楼船斗舰，决一死战。华峰这句话明显是不经过大脑了。酒楼上的夏黎眼神失望至极。哎，整个东楚许为的中心大才，原来是个纸上谈兵的废物。父亲，楼九州是怎么懂兵法的？回府这段时间不能再出头了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快30岁的人了，该懂些道理了。这个小子一觉醒来，居然穿越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奸相，为了接手前夫哥的公主媳妇，滚！竟不惜与强于东楚10倍的南梁开战。楼相，在南梁的探子来报，范炳带着5000护卫，已经乘着楼船出发了，大约10天左右便会到达东楚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提前20多天？当初南梁使臣范炳来东楚接夏黎去做侍女，楼九州以夏黎怀孕为由糊弄了过去。可范炳不信，扬言2个月后会亲自带着南梁的神医再来东楚为夏黎把脉。楼相有所不知，范炳所请的乃是南梁的军医，一直就驻扎在楚江对岸的南梁大营里。我估计他就是想杀楼相一个措手不及。该死！
若范炳带着那名军医前来，我假怀孕的事情必会败露，这绝对可以成为南梁攻伐的借口了。嘉禾有没有办法派刺客去南梁楼船刺杀南梁军医？我这就去安排。嘉禾，此事务必秘密进行，一个不好，东楚便有亡国之祸。楼相放心。楼九州，若是把本宫献出去，现在或许还来得及。别胡说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东楚亡国而什么都不做吧？就算与南梁开战，我也不会把你交出去的。开战？我们有什么资格与南梁开战？你自己也说过，南梁号称兵甲100万，而我东楚上无都督大将，下无威武之军，我们拿什么开战？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。相信我，不管是东楚还是你，都会没事的。黄昏时分，浑身湿漉的贾禾回来了，不过脸上却带着难以自抑的欢喜。楼相，我梭将船入江，总算是不负使命，已将南梁楼船上的那位穿着衣袍的军医用弩弓射杀了。好，南梁军医一死，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世子英明，东楚小儿打死都想不到，世子早就猜到他们会来行刺了。哼，他们以为把你杀了，黎州公主假怀孕的事情就能瞒住有众口吗？这一次，不管东楚小儿如何选择，都难逃亡国的命运了。只要黎珠公主做了侍女，便会成为我等的玩物。若东楚人知道他们家高高在上的公主在我南郎受尽了胯下之辱，你猜他们还会不会再有反抗之心呢？难道世子就不怕物极必反吗？哼！天下皆知楚人产肉不堪，若非是陛下为了将来的稳定考虑，我南郎100万兵甲早就踏江而战，灭掉东楚了。楼相，南梁鱼目混珠，死掉的南梁军医是假冒的。当下再有半日，南梁的楼船便会到达楚江岸边了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在场之人都明白。南梁使臣团已经到达东楚境内，无论还刺不刺杀，只要南梁军医有任何不测，南梁也必会迁怒东楚。来不及了，嘉禾，你去准备驿馆，就说这2日陛下身子不适，先拖上几日。裴峰，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走。楼九州，你就这么怕本相吗？真是难为你了。本相当初真是无心而为的。燕小秋此刻一副见了鬼的模样，脑海中还是楼九州当初给自己脸上抹东西的场景，仿佛梦魇一般。好了，本相不跟你废话了，这次找你过来就问你一句话，说鲁长风派杀手前往河东郡杀你燕家满门，你可想报仇？你要帮我？想和你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手里应该有鲁长风的什么把柄，否则他不会这么疯的杀你满门。有。但我还要银子100万两。多少？100万两。100万两，本相把命给你算了。你是真敢开口，楼相欠我的300两都还没给呢，你还100万两？裴峰，你话密了。100万两本相确实没有，不如本相帮你杀了鲁长风，也算是为你报仇雪恨了。至于银子的话，就算了吧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咱们现在也算是老熟人了，谈钱多伤感情啊。楼相，我看起来像傻子吗？楼相有了罪证，鲁长风肯定是必杀的，又何必想着捏我的银子呢？你也知道，东楚现在青黄不接，要不给你10万两吧？楼相，本小姐要睡觉了。20万多一个子儿都没有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不然就别怪本相辣手摧花了。动手吧。长得挺不错一姑娘，却偏偏是个滚刀肉。30万如何？燕姑娘，你好歹也是楚人，东楚现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本相是真拿不出那么多。哎，罢了，全当姑奶奶孝敬祖宗了。楼九州之所以不敢激怒燕小秋，是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，除了燕小秋，谁也办不了。拿来吧。2个月之后就是秋收，到时候百姓交了赋税，国库有了钱，本相再给你。可以，这是本小姐知道你能做主。本相听说燕姑娘是个易容大师，是又如何？本相还有一件事情想请燕小姐帮个忙，到时候鲁长风的脑袋，本相留给燕姑娘亲自动手。好，成交。